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早知道就不分房睡了。苏阿姨抹着眼泪，她的老伴脑梗去世了。1个星期前，苏阿姨像平常一样料理好早餐，叫老伴张大叔起床，却没想叫了几声，张大叔都没有反应。原来年近70的张大叔夜里突发脑梗，没有及时的发现并抢救，已经离开人世了。1周过去了，苏阿姨依然非常痛心和后悔。当初2人觉得年龄大了，还睡在一起会被别人说闲话，怕被子女说成老不正经，于是选择分房睡，却没有想错过了抢救张大叔的机会。同屋不同床，同床不同被，同被背靠背，这是民间形容老年夫妻感情淡漠的套话。虽然是幽默语言，但也侧面反映了老年夫妻感情生活的状况。夫妻同床共枕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事，但很多夫妻到了老年却要分床分房睡觉。有人觉得老了没有生理需求了，也就没有必要睡在一起了。那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？老年人的夫妻生活可以坚持到多大岁数？老年人对于性生活的需求往往被社会忽视了。在许多人的认知中，随着身体衰老，激情褪去，老年人不会有性生活了。然而2018年的一项调查研究却颠覆了大多数人的认知。1000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显示，55到61岁的老人中，53%受访者每月都有1次的性生活，39%的受访者可以达到每月3次。老年人的性需求和性能力远超乎大多数人的预期，绝大多数老年人的性生活可以持续到70岁，其中50%可以持续到80岁左右。专家强调，老年人适度的性生活是能够缓解心理压力，刺激性激素提升，延缓衰老，且有助于家庭和睦。长期没有夫妻生活好不好？影响前列腺健康。男性的前列腺具有用进废退的原则，长期不用会导致部分功能减退，腺管腔发生病变，前列腺液的理化性也容易随之改变，长期如此容易诱发前列腺疾病的发生。精子活性降低，长期禁欲容易让男性的精子质量变差，生育力也会随之下降，精子不会因为时间储存长而变得更加的强壮，它们会和细胞一样进行新陈代谢。抑郁，男性如若长时间的压抑自己的欲望，容易让心理健康也受到影响，继而导致出现抑郁等的不良心理。加重脱发，长时间的禁欲会让男性的荷尔蒙双氢睾酮升高，该物质升高与脱发之间呈正相关关系。禁欲时间越久，男性脱发的现象就会越严重。那么老年人保持正常的性生活会给身体带来什么好处呢？老年人的夫妻生活好处多多。可能在部分人看来，老年人过夫妻生活反而会危害身体，实质上安全的性生活是不会有伤害的，同时还会带来不少的好处。专家表示，老年人进行适当的性生活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更有利于健康。缓解心理压力，性生活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抑郁症以及一些的心理疾病，增强自信心、自尊心，缓解孤独的焦虑、生活的压力等。延缓衰老，骨质疏松是老年人常见的疾病，容易引起骨折，而适度的性生活可以维持睾酮下降速度，增加骨质密度，提升肌肉强度，延缓衰老。减轻老年疾病症状，性生活相当于有氧运动，为老年人提供了足够的活动量，减轻一些常见的老年性的疾病症状，如神经衰弱、腰酸背痛、消化不良和失眠等。预防前列腺疾病，
能够让前列腺血液通畅。大部分的中老年男性都会受到前列腺疾病的困扰，而适当的夫妻生活就能够帮助预防前列腺疾病，如前列腺炎、前列腺结石等。美国哈佛医学院科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指出，男性进行规律的夫妻生活，可以让前列腺癌的发生风险降低 20%。对此，研究人员分析认为，是以进行夫妻生活时，可以让男性精液被有规律地冲洗掉，继而生成新的细胞，以此来阻止可能转化恶性肿瘤的老化细胞坠其相关。5. 可以降低妇科炎症的发生。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，黏膜的分泌和致净的能力会下降，而且由于结构特殊，再加上免疫力下降，会容易感染细菌，引发炎症。而适当的夫妻生活可以帮助清洁和血液通畅，保持内环境的平衡，起到预防妇科炎症等疾病的效果。那么老年人多少次比较合理呢？正常来说，自然是因人而异的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。有的人虽然年纪是很大了，可是身体状态以及心态都很不错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比较年轻，身体也没啥问题。对于这样的老年人，其实也没有具体的标准，只要次日的状态还不错，没有感觉到疲惫，或者是说身体不舒服，就算是合理的。不过正常来说，进入50岁后，身体各项机能就会下降，还是各种疾病的爆发期。根据中国医学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，中老年人每月1到4次属于合理范围。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过了50岁后，次数较年轻时会有所减少。50到54岁年龄段的人，每月大概是4次，而75岁到79岁的人群，次数就会越来越少，可能每月只有1次了。却也不是说一定是这个次数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视情况而定。但要注意的是，中老年人群3种情况下最好不要有夫妻生活。1. 血压不稳定时，并不是说患有高血压就不能进行，而是说对于血压不稳定的中老年人群，为防止出现血压突然的升高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保险起见，最好能够克制住自己。血压不稳定的中老年人群本身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几率就是上升的，若在刺激之下就更容易产生问题。血压持续上升，血液的粘稠度会变高，可能会加速动脉硬化。血栓一旦形成，心脑血管就可能会受到损害，还可能会诱发其他的并发症。除此之外，本身患有心脏病、心梗或者是脑梗的中老年人群，也是应该多加注意，不能太过随意，要多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，是否允许进行。2. 精神紧张时，为缓解紧张，有些中老年人群会想要通过夫妻生活来改善情况。的确，适度的情况下，对改善不良情绪和调节压力会有一定的帮助，但同样也可能会面临一些危险。在特别紧张之下，使得神经紧绷，血液循环也会更迅速。血压若是突发性的增高，很可能就会出现意外情况，比如说性猝死。本身患有三高、冠心病、心梗、脑梗的人更容易出现性猝死。3. 饮酒后别马上同房，酒精里面含有较多的刺激性的物质，进入中老年后，睡眠本身就不太好，喝完酒之后，有的人会很快就进入了睡眠，主要是神经被酒精麻痹了。还有的人则是异常的兴奋，也是因酒精扰乱了神经。还有就是体内的多巴胺分泌过多，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建议进行夫妻生活的，很可能就会导致血压出现过大的波动，心跳也可能会出现异常，发生意外情况的风险性也是会变高的。
总之，老年人同床共枕，无需有羞愧心理。有特殊情况可以考虑在同一个房间里分床睡，也就是分床不分屋，一起入眠，既能监护彼此健康，防止危重急症突发时错失抢救机会，又能给予彼此的陪伴，促进身心健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